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蔬果，非常开心今天又能通过视频和大家相聚，一起探索生活中那些奇妙的小知识和实用技巧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组合，把蜂蜜加进白酒里，其作用之强大，真的超乎想象，能解决不少男男女女在生活中面临的大烦恼。关键是方法简单又实用，还能帮我们省下不少钱呢。接下来就跟着视频一起详细了解一下吧。先来说说蜂蜜，相信大家对它都再熟悉不过了。蜂蜜那香甜可口的味道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营养极其丰富。许多朋友都有早上喝一杯蜂蜜水的习惯，那顺滑的口感和带来的舒适感，为新的一天开启了美好的序幕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家庭一旦遇到品质不错的蜂蜜，都会忍不住炖上一些在家里，方便随时取用。然而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家里炖的蜂蜜还没来得及喝完，就已经过了保质期，这可让不少朋友感到纠结，因为过期的蜂蜜是不能食用的，直接扔掉吧，又觉得太浪费了，毕竟蜂蜜的价格可不便宜呢。其实呀，这些过期的蜂蜜完全可以变废为宝，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，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详细讲到。再谈谈白酒，白酒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饮品，有不少人都保持着每天适量饮用白酒的习惯。老话说得好，每天酌情饮一点白酒，对身体有着诸多好处，比如促进血液循环等。但我们也都清楚，饮酒过量就会适得其反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所以大家在饮酒的时候，一定要严格控制好用量哦。那么，当白酒和蜂蜜这两种看似不太相关的东西搭配在一起时，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神奇的作用呢？估计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，甚至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搭配。别着急，等你看完接下来的内容，一定会受益匪浅。以后家里过期的蜂蜜就再也不会被白白浪费掉了，而且还能从中收获不少实用的小妙招，既省钱又实用。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觉到疲惫不堪的时候，不妨准备一杯温水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蜂蜜，再倒入小半勺白酒，轻轻搅拌均匀后，喝上这样一杯特别调制的饮品，就能有效的解除疲劳。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出现精力不足和注意力不集中现象的朋友，这种方法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。想象一下，在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后，身体和大脑都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，此时喝上这么一杯，身体会渐渐感受到一股暖流，仿佛疲劳感在一点点的被驱散，整个人也变得精神起来，能够更好的应对后续的生活和工作。这是因为蜂蜜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，如葡萄糖、果糖等，这些物质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能量，而白酒中的酒精成分，在适量的情况下，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活力。首先，准备一只干净无水无油的小碗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有水或油可能会影响蜂蜜和白酒混合后的效果。接着，取出适量的蜂蜜，往碗里大概倒入2大勺的蜂蜜进来，这里用过期的蜂蜜就行哦，正好让那些即将被浪费的蜂蜜发挥余热。然后，将白酒取出来，加入和蜂蜜同等量的白酒，之后找一个勺子，将白酒和蜂蜜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所使用的白酒对酒精度以及品牌并没有任何特殊要求，只需要找出家里面最便宜的酒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搅拌均匀后，会呈现出一种比较稀释的状态，到这里混合液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那么，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？我们可以把混合均匀的白酒蜂蜜盛入适量在手上，当然，除了手上之外，像我们的脸部或者身上的其他地方都可以使用，然后将其均匀的涂抹开。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，每天都要进行洗碗、做饭等家务劳动，长期下来，手部皮肤会变得非常粗糙，还经常起皮，尤其是在干燥的秋冬季节，这种情况更是让人煎熬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调好的白酒蜂蜜就派上用场了。将它涂抹在手上，轻轻按摩一会儿，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
你就会收获到满满的惊喜。手部皮肤会逐渐变得柔软、细腻，起皮的现象也会得到明显改善。每次涂抹完之后，都会感觉特别舒服。除此之外，很多喜欢化妆的女性朋友们也可以受益于这个方法。我们可以在每天洗完脸之后，将调制好的白酒蜂蜜涂抹在脸上，让它在脸上保持15分钟左右。之后，准备一盆温水，将脸清洗干净。蜂蜜具有很好的滋润作用，能够为肌肤补充水分，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。而白酒是纯粮食酿造的，并且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可以帮助清洁肌肤表面的细菌，同时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哪里磕着碰着了，或者手上的关节处哪里疼痛，家里面的老人就会倒一些白酒在手上，搓一搓，过一会就会感觉好很多。这正是白酒消毒杀菌和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体现。在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可以将皮肤表面的水分轻轻拍一拍，拍干。当然，如果没有时间拍的朋友，也可以用干毛巾将上面的水分擦干。个人觉得轻轻拍一拍的话，能够更好的促进肌肤对营养成分的吸收，效果会更显著哦。现在市面上的蜂蜜琳琅满目，质量参差不齐，其中有不少蜂蜜都是以糖精勾兑的，根本不是真正的蜂蜜，甚至还有一些往里面加了不少的水分。像这样的蜂蜜，如果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不慎买到了，那么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因此，学会辨别蜂蜜的真假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下面，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有效的辨别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蜂蜜的色泽，也就是它的颜色来进行初步判断。纯正的蜂蜜是光泽而又透明的。当然，如果里面有少量的花粉或者渣沫，这都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蜂蜜本身就是用蜜蜂所采的花蜜酿造而成的。在酿造过程中，难免会混入一些这样的天然物质。但是，如果当我们发现蜂蜜里面所含的杂质比较大，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，这样的蜂蜜很可能存在质量问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所有的蜂蜜并不都是一个颜色，蜂蜜的颜色会因为蜜蜂所采的蜜源植物不一样而有所变化，也就是颜色的深浅会有所差异。比如说，蜜蜂采集槐花蜜源酿造出来的蜂蜜，颜色通常比较浅，呈水白色或浅黄色，而采集枣花蜜源酿造的蜂蜜，颜色则相对较深，呈琥珀色。但是，无论颜色深浅如何，一瓶中的蜂蜜颜色应该是均匀统一的，并不会出现分层的情况哦。如果我们看到一瓶蜂蜜有明显的分层现象，那么很有可能这瓶蜂蜜是经过人工加工或者掺杂了其他物质的。准备一张纸巾，这是我们鉴别蜂蜜真假的小工具。然后用筷子蘸取蜂蜜，滴一滴在纸巾上。如果是纯正的蜂蜜，它会呈现水珠形状，不容易被纸吸收，也不容易散开。这是因为纯正蜂蜜中的糖分含量较高，水分相对较少，其浓稠度使得它能够保持水珠的形态。而假蜂蜜滴在纸巾上会马上扩散开来，并且由于其可能含有较多的水分和其他添加剂，扩散的程度会比较大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扩散的程度来大致判断蜂蜜的纯正度。扩散越迅速，范围越大，说明蜂蜜的质量可能越差。我们还可以用舌头来辨别蜂蜜的真假，这也是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，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品尝到它的甜度和味道。尝起来特别甜，却没有花香味的可能就是假蜂蜜，因为真的蜂蜜是有一股自然的花香味的，这种花香味是蜜蜂采集不同花蜜所带来的独特气息。大家通过尝一尝的方法，就能够快速的辨别出蜂蜜的真假。同时，我们可以观察蜂蜜的拉丝程度。根据养蜂专业人士的观察，成熟度越高的蜂蜜，拉丝现象越是明显。这是因为成熟度高的蜂蜜，其含水量较低，糖类等营养成分含量丰富，使得蜂蜜具有较好的粘性，能够拉出长长的丝。而成熟度越低的蜂蜜，拉丝现象越不明显，尤其是没有封盖的蜂蜜，采用轮番取蜜的蜂蜜，看起来甚至有点像水滴一样，这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。
由于蜂蜜不成熟，含水量高，糖类含量少，自然拉不起丝。所以，当我们购买蜂蜜时，可以轻轻挑起一点蜂蜜，观察其拉丝情况，以此来判断蜂蜜的成熟度和质量。很多朋友都有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水的习惯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很多朋友在喝蜂蜜水的时候都存在一些误区。首先，我们用蜂蜜泡的水不一定非得是白开水，像菊花茶、玫瑰茶等等都是可以的。不同的花茶搭配蜂蜜，不仅口感丰富，还能带来不同的养生功效。比如说，蜂蜜搭配菊花茶，在炎热的夏天饮用，能够起到清热降火、润肺明目的作用。蜂蜜搭配玫瑰茶，则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有养颜美容、调节气血的功效。然而，很多朋友在冲泡蜂蜜水的时候，习惯在水刚倒进去的时候，就将蜂蜜加进去。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正确的做法是要将水温降至温热，大概在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之间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蜂蜜，搅拌均匀。这是因为蜂蜜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和营养成分，如果水温过高，这些活性酶和营养成分就会被破坏，从而降低蜂蜜的营养价值。所以，为了充分发挥蜂蜜的功效，我们一定要注意水温啊。我这里加的是菊花水，也是把泡好的菊花水凉至温热后，再倒入杯子里面，加上蜂蜜搅拌均匀的。其实像夏天的时候，喝点蜂蜜菊花水真的非常好，既能解渴又能养生。我们不管是用蜂蜜来泡水还是泡茶，都要注意，绝对不能用刚烧开的水或者是特别烫的水来进行调制蜂蜜水，这样做会让蜂蜜的营养大打折扣，就失去了我们饮用蜂蜜水的意义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通过你们的传播，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中的奇妙之处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内容，为大家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便利和乐趣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